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，我是阿光。今天用西紅柿搭配雞胸肉分享一道好吃的美食。接下來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具體是怎樣制作的吧。首先準備適量的雞胸肉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加入1大勺食鹽，倒入多一點的清水，浸泡10分鐘左右。最好挑選顏色鮮豔、光澤度好的，這種雞胸肉才更為新鮮。利用這段時間，準備1碗料水，準備幾顆去皮的大蒜，用刀拍一下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2小塊去皮的老薑，同樣也用刀拍一下，盡可能的拍碎一些，放在蒜子一起。準備1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蔥，直接切成小長段。切好和姜蒜放在碗中，加入1大碗的清水，然後下手抓拌一下，把蔥姜蒜抓出味道。整個過程大約要2分鐘左右，我們盡可能的多抓拌一會兒，抓拌成視頻中這樣，放在冰箱冷凍1個小時。雞胸肉用淡鹽水浸泡一下，主要的目的是通過鹽水的消毒殺菌，保持肉的新鮮和衛生，還能夠改善肉的口感和營養，促進消化和吸收。把雞胸肉表面的油脂以及筋膜處理乾淨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洗淨之後控乾水分，接下來簡單的改下刀。今天的雞胸肉不需要切太薄，大約在2個1塊錢硬幣的厚度。不管厚薄，我們盡可能的切均勻一些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全部切好，放在一個大一點的盤中平鋪開來。同樣放在冰箱冷凍1個小時。利用這段時間，準備一個清洗乾淨的西紅柿，切成厚片，注意底部不需要切斷，然後再轉過來切成小條，同樣也不需要切斷。接着再立起來切成小丁，我們盡可能的切小一些，這樣方便炒出湯汁。全部切好放在盤中備用。經過冷凍過後的蔥薑水，上面也結成了冰霜，用筷子攪動一下，把蔥薑水過濾出來。把冰凍過後的雞胸肉同樣也取出來，有一部分粘連在一起，我們用手掰開來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把處理好的雞胸肉直接放在絞肉機裡面，加入1大勺的食鹽提前入下底味，然後再加入1勺白糖，加入少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加入1勺食用小蘇打，加入100克的木薯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接着把蔥薑水倒入2/3就可以，蓋上蓋子，然後插上電機。這裡我們大約要攪拌2到3分鐘左右，充分的把雞胸肉攪拌成細膩狀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把電機取下來。這個時候的雞胸肉也特別的細膩了，而且粘稠度也特別的高，粘在筷子上面都不容易掉落。把攪碎的雞胸肉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
用我洗淨的小手很輕鬆的就擠出了一個圓溜溜的丸子。丸子的大小也是根據個人的喜好，為了方便成熟，我們也不需要做太大，像視頻中這樣就剛剛好。接下來準備一鍋清水，把水燒至冒密集的小泡泡，把火關掉，然後把雞胸肉丸子一個一個的下在鍋中。為了防止粘連在一起，我們不要下在同一個地方，一定要分散一點的下入。丸子下得差不多的時候，我們就把火調到最小，慢慢的把丸子養熟。如果是水開了，我們就加入涼水。用這種方法做出來的丸子就會 Q 彈，這也是飯店不外傳的小技巧，大家也可以收藏起來。這是我煮了大約8分鐘左右，這個時候的雞肉丸子已經完全的成熟了，我們就直接控水撈出，把煮好的丸子放在冰水中，使其快速的涼透，這也是 Q 彈的關鍵所在。親愛的朋友們，阿光每天都會準時的分享家常菜，如果方便的話，就麻煩點個訂閱支持鼓勵一下，非常感謝。涼透後的雞肉丸子 Q 彈入味，不管是下火鍋還是做湯類都非常的美味，主要是自己在家裡面做的，沒有任何的添加，吃着也更加放心。接下來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接着加入切好的蔥薑蒜，小火煸炒出蔥薑蒜的香味。接下來把西紅柿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勻，把西紅柿炒出湯汁。然後再加入滾燙的開水，接下來把雞肉丸子直接倒在鍋中，加入小半勺的食鹽調味，加入松茸鮮，然後再加入少許的生抽提鮮，稍微的攪動一下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。大約煮2分鐘左右，煮製成視頻中這樣，把雞肉丸煮至入味就可以出鍋啦。碗中加入提前切好的香菜和蔥花，把雞肉丸連湯一起倒在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一道營養又美味的酸湯雞肉丸就這樣做好啦。雞肉丸 QQ 彈彈的，湯汁酸爽開胃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